断舍离这3个字，很多人都听说过，可真正要怎么做、怎么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版本，甚至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每个人对断舍离这件事情的理解，这差别还真的挺大的。这期视频中呢，我就想分享在中西式的背景下，大家是怎么做断舍离的，他们又是怎么对待扔东西的这件事情。你去看现在的小红书和 YouTube 上的极简生活内容，点进去全是清一色的黑白灰，不然就是无印良品的极简风格。那么我们要真正做到减少物品是很难的，它需要你每次在购买前去不停的思考。在这里呢，我要说句实在话，现在大部分人很难做到保持物品的数量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因为每天就有源源不断的打折信息和广告推送到你面前。现在很多的收纳教程和家居整理博主也在无形中鼓励你去购入更多看似实用和高级的收纳工具，他们教你如何完美去收纳一件物品，就需要用到视频中提到的产品，给人的感觉就是假如你不买，那么就没办法收纳成功。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一边说自己在断舍离，一边感到家里的东西还是很多，这个就是原因所在了。在中文语境下呢，断舍离这3个大字被用得越来越频繁，但是大多数人做的其实只是断一点舍一点，却离不开。比如我们从清理衣柜开始，先拿几件衣服出来左看看右看看，却怎么也狠不下心来处理掉。这种属于是你想处理掉，可能因为一些原因，或者是爱着面子就暂时不扔。我们只适合做阶段性的收纳，但并不擅长将它们彻底性放弃。还有一种特别典型的操作，就是把不穿的衣服装进箱子里面，然后塞进床底或者是柜子的顶部，以为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就能假装看不到，这实际上是在能拖则拖，甚至这箱东西放了3年都没人动过，最后还是因为搬家才被再次看到。这些常年被压箱的东西呢，不是长霉斑发黄，就是生锈，或者是审美过时了。一件原本能用在其他用途上的物品，因为你的拖延让它们变成了一堆垃圾。另外，中式的断舍离呢，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我们不扔，但我们转送给别人，就是那种说着留给以后的亲戚，留给你下一代的孩子孙子，留给你隔壁楼的邻居。这里呢，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从小就是穿2手衣服长大，都是我家人从亲戚家、从朋友家那里拿过来的几大袋衣服。有些衣服不是破洞了，就是发黄，上面的油渍呢还没洗掉，但由于家庭秉承着什么都不能浪费的原则，通通全部收下来给我穿。像我家里的侄子呢，从小到大也是他们的奶奶拿了很多2手衣服。虽说小朋友长得快，确实不需要买太多的新衣服，尽管这样子，当衣服的数量在源源不断增加后，对于家庭的储存空间更是负担。对于我嫂子，就是孩子的父母来说，就是心理压力，因为你不收，不是收了就没地方放了。大部分的家庭也习惯什么都要多囤一点，洗衣液打折就要买3桶，看到洗发加护发素的套组划算，就买了3、4组，让你用到天荒地老。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用？确实有用啊，对于家庭成员里有5、6个人来说是非常划算的，但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他们是不是过量了呢？也确实是。这不是说中国人不懂得极简，但无法改变的是我们对于物品的安全感是非常的强，会担心未来，担心资源短缺，因此才更倾向于先留着，而不是立刻处理掉。你可能以为外国人做断舍离是因为生活条件好，买得起，所以扔得快，这区别在于他们对于拥有的定义本身就不一样。我们强调东西能不能用，他们更在意我需不需要它。在国外呢，你能看到有人在车库前做大甩卖，或者是去2手服装店、2手家居店淘物，他们很少会因为舍不得而将物品存放个3、4年都不用。比如这件衣服太小了不合适了，鞋子过时了，转手就放到2手平台上去卖。这做法呢是很普遍的，他们选择去主动削减物品的数量。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呢，是我会看到即将搬走的邻居会出自己不要但状况良好的家居，
具、衣服或者是电器，旁边贴个小纸条写着 free to take。在我搬离上一家公寓的时候呢，也采用了这种方式，这是一种尊重物品的流动方式。有的时候你去占有这件物品，不代表就是将它的价值最大化。当然了，不是说每个外国人都过得那么极简，在囤货这件事情上呢，他们也没少做，只不过他们囤的东西和中国人不太一样。比如美国人很爱去 Costco、Sam's Club， 一买就是家庭装的大桶洗衣液、几十卷卫生纸、几盒卫生巾，购物车里面都被塞得满满的。甚至很多家庭会买一整箱的罐头，像是玉米啊、豆类啊、番茄浓汤这种能放3-4年的。他们的观念呢是多买一点就能省一点事儿。有些美国人家里地下室呢和车库里可能堆着小孩子小时候的玩具、用过的旧电器、10年前的滑雪板，他们也不会刻意的去整理，而是认为反正这里的空间那么大，留着他们也没有多碍事。你看表面上他们家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但凡走进地下室一看才知道，原来东西也不少呢。所有东西都被堆在地下室了，其实也很乱的。我们之所以在断舍离这件事情上有那么多差异，说到底是和我们生活的环境、成长经历，甚至是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有关。先从生活节奏说起，中国的城市生活普遍节奏非常快，从早上挤地铁，下班点外卖，周末加班赶进度，连喘口气的空间都没有。很多人下班回到家呢，已经身心俱备，根本提不起劲去收拾，所以东西堆着就堆着吧，不碍事那就先放着，等哪天有时间了再说。在这种高强度和高密度的生活里，买东西讲究的是效率。比如上班族中午休息时间很短，刷一眼购物软件，看到评价好就立刻下单，根本不会花时间去考虑。正因为时间成本太高了，谁还有空去研究和物品之间的关系呢？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断舍离不是没意义，而是太奢侈了。在压力那么大的生活里，能睡饱觉，能按时吃饭都已经很难了。还有就是家庭租房面积不算大，储物空间呢也不多，和家人之间的界限又很模糊，一屋子里住着3代人，很多东西都是多人共用、多人共享，每个人都往家里带入更多新的物品，东西多到没有地方放置了。加上呢，从小就被教育要节俭，能用就别扔，丢了就可惜的观念深入骨子里。而到了美国，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搬家频率呢远比中国人高的很多，因为有些人即使买了房子，也可能3-5年后就换个地方，无论是因为工作调动了，还是单纯想换个城市住得更舒服，这种家不是固定不变的观念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对于物品的选择。你搬一次家就知道了，从装箱、搬运、清点，最后重新摆放，整个过程中呢，每多出一样多余的东西都是负担。再要说的就是购物习惯，对于人口多的家庭呢，就像我们说的，他会去选择大型的批发超市买满一车的东西，但年轻人平时买东西呢，其实还是按照需求来的。在 Amazon 下单第2天就能到，开车去 Target 10分钟的路程就能买到日常用品，所以呢，大家并不会因为用完了就买不到的焦虑。另外就是退货机制也非常的宽松，你买了一件衣服，哪怕穿了1次，只要还保留标签和收据，并且在合理的时间内，基本上都能退掉。这样呢，就减少了他们会囤物的风险。不像在中国网购买东西，一买就是不能退，退不了，或者是退货很麻烦，甚至还不包退货的运费。中国人呢，从小受节俭文化的影响，就算今天的物质已经丰富了，很多人还是习惯把旧物品留着。而在国外呢，从小生活在一种更成熟的消费体系里，他们买错了东西可以无理由退换，穿旧的衣服吧可以轻松捐赠，没用的家具直接挂上2手平台转卖。整个社会对于用过的东西的接受程度是非常高。还有个大部分人喜欢去做的事情就是 thrifting， 他们去逛2手商店呢，就跟普通商场一样，成为了很常见的事情。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让那些原本被断舍离掉的东西有了第2次生命。相比之下呢，中国也有2手平台，但整体文化上对于用别人用过的东西还没有那么放得开。很多人会觉得旧的东西不干净、不吉利、不卫生、没有面子，所以宁愿买便宜的换新的，也不愿意接手别人用过的。这也决定了他们在断舍离上更容易去选择扔掉，或者是继续囤在家里。好了，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当然了，有些点我可能说的不对，或者是说的不正确，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见解。如果喜欢今天这个视频，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